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卷这个词就像狂风一样迅速刮遍了我们的生活，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热烈讨论的流行语。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各个行业的人，都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以及资源有限的问题。在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得到更多，只能进行激烈的内部竞争。而这种竞争如果没有创新，也没有办法向外拓展，就会逐渐变成内卷。内卷的本质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内耗行为，它就像一个怪圈，人们在有限的范围内拼命折腾，却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和进步。大家都在努力，但这种努力往往是互相模仿、互相挤压，而不是去开拓新的领域，创造新的价值。比如说，在一个小团队里，成员们为了那点有限的晋升机会，不是想着怎么提升整个团队的业绩来创造更多机会，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过度竞争，比如比谁加班时间长，谁的汇报格式好看。这样做完全忽略了工作的核心目标和创新发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内卷现象无处不在。先看看那些毫无意义的极致追求。就像在一些大型会议上，工作人员花大量时间把几千个茶杯摆得整整齐齐，从各个角度看都像一条直线，场面确实很壮观。但实际上，和会议要讨论的重要内容相比，这种严格又精准的茶杯摆放根本对会议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纯粹是浪费人力物力，一点价值都没有。再看看那些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闹剧，有些会议明明已经有了答案，却还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和交流，各方人员费了好大劲来扩大影响。这一系列繁琐的工作，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和精力，还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搞得特别复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往往只是为了走个形式，把所谓的决策科学化程序走完，实际上对实际工作的推进和问题的解决一点用都没有。还有那些被动应付的无奈行为。生活中有很多时候，人们都是为了应付而做事，应付上级检查，应付面子工程，应付繁琐的流程等等。比如一些单位为了迎接检查，临时抱佛脚地整理大量资料，布置场景，这些工作对实际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增加了负担和风险。一旦检查标准变了，或者出现其他意外情况，之前做的这些应付工作就可能变成累赘。目标偏离的徒劳也很常见。社会上有很多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性比赛，各种圈内自嗨的评比、大赛、证书认证层出不穷。这些活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参与者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根本起不到推动社会或学科进步的作用。有些只是为了花掉公司的科技预算，那些证书或荣誉在社会上也没什么认可度，完全就是浪费资源，偏离目标。低水平的重复模仿在内卷中也有一席之地。就像微雕和微刻艺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形式上的创新。创作内容比正常尺寸的艺术品少，尤其是在着色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艺术内涵很难超越正常的艺术创作。创作者花大量时间在这种刻意的微细化上，不仅没有创造出有突破性的新内容，还得靠放大镜等工具才能欣赏，纯粹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自讨苦吃，对艺术领域没有实质性的拓展。而创造力也被内卷牢牢束缚。以各种课外培训为例，教的内容和书本差不多，要么让学生提前学课本知识，要么教应试技巧，就是为了让学生考高分。这不仅让家长花了很多钱，还严重限制了学生自由学习和成长的空间。学生被这些固定的模式和框架束缚，自由的灵性被压抑，创造力在萌芽阶段就被扼杀，根本没办法探索自己的兴趣和潜能。最后，过度挖掘的无谓之争也值得关注。很多历史名著被研究得太过分了，就那么几本经典，100-200年来无数学者前赴后继地挖掘。但研究了这么久，很难再有全新的、
有重大价值的发现，可研究还在继续，越来越精细，内容不断重复炒作，论文相互抄袭借鉴，只是用曲解原著和牵强附会的证据来标新立异，就像反复炒一锅已经煮烂的肉，没有任何新鲜营养，纯粹是一种内卷式的消耗。一个人发展的内卷。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内卷就像一团浓重的乌云，笼罩着无数人的生活。工作焦虑成了很多人摆脱不了的困扰。现在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市场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这让人们在工作中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每天从早忙到晚，被各种任务和项目包围，可即便如此辛苦，收入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微薄的工资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显得捉襟见肘。晋升更是难如登天，在一群同样努力甚至更拼命的同事中间竞争，机会少得可怜。长时间处在这种越忙越穷的怪圈里，人们的斗志渐渐被消磨光了。曾经的雄心壮志被日复一日的疲惫和失望取代，很多人开始变得佛系，对工作不再有太高的期望，只求安稳过日子，失去了曾经积极进取、拼搏奋斗的热情。比如在一些互联网企业，加班成了常态，员工为了完成项目指标，经常熬夜奋战。可到了年底，发现自己的收入涨幅很小，晋升名额早就被少数人占了，大部分人只能在原来的岗位上重复着差不多的工作，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生活方面，内卷也让日子变得枯燥乏味，每天被各种琐事填满，从早上匆忙起床赶公交地铁，到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面对柴米油盐和家务琐事。生活好像陷入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没有新鲜感和成就感。曾经热爱的兴趣爱好被扔在一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新的事物，追求新的体验。比如很多人以前喜欢阅读、绘画、旅行，但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这些爱好都渐渐被遗忘了。周末也不再是用来放松和享受的，而是被各种兼职、家务或者无意义的社交应酬占据。人们在这种内卷的生活中，慢慢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过着每一天。二、企业运营的内卷。对企业来说，内卷也带来了很多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利润困境，在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着客户的苛刻要求，客户不仅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期望很高，还不断要求降低价格。同时，同行之间的低价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为了在竞争中拿到订单，企业不得不降低售价，可成本却在不断上升，原材料价格波动、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都在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制造业，一些小型加工厂为了争取大客户的订单，不断压低报价，甚至不惜亏本接单，希望通过后期的批量生产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但往往因为成本控制不好或者市场变化，最后陷入亏损的困境，生存非常艰难。创新瓶颈也是企业内卷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很多行业，企业之间互相模仿的现象非常普遍。一家企业推出一款成功的产品或服务，其他企业就赶紧跟进，模仿它的模式和特点，缺乏独特的创新思维和能力。这就导致整个行业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的内卷漩涡。企业很难靠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脱颖而出，只能在价格和成本上做文章，进一步加剧了利润困境。比如在手机行业，当某一款新型手机推出了某种新功能或外观设计后，其他品牌很快就会推出类似的产品，让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更多地关注价格因素。而企业为了吸引消费者，
不得不不断降低价格，减少研发投入，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创新发展和进步。企业在内卷的浪潮中，就像被困在狭窄河道里的船，很难找到新的方向和广阔的蓝海，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苦苦挣扎。如何破局？一、降维打击。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降维打击的概念。当我们陷入内卷的困境时，往往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激烈竞争和挣扎，很难突破现有的局限。而降维打击就是跳出当前的思维层次，用更高维度的视角看问题，从而找到全新的解决办法。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80岁的老人，在临终前上帝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带着一生的阅历和经验回到30岁。这时候的他对人生的脉络和各种情况都有深刻的认识。那些曾经困扰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感情困惑等问题，在他眼里都变得清晰明了。他知道在哪个路口该转弯，哪份工作更有前途，什么样的伴侣更适合自己。这就是降维打击在人生中的一种假设性体现。丰富的阅历和更高层次的认知，让他能够轻松避开很多低层次思维下的错误选择。在职场中，我们也能看到降维打击的显著效果。那些从企业中打拼到中高层的高管们，他们决定创业的时候，往往成功率更高。这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职场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行业的运作模式、市场规律、团队管理等方面有深入的理解。他们站在更高的维度去规划创业布局，能够提前预见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策略。比如，一个在互联网大厂担任高管多年的人，他熟悉各种互联网产品的开发、运营和推广流程。当他选择创业时，他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准确地定位市场需求，组建高效的团队，合理分配资源。不像很多初出茅庐的创业者，盲目的摸索和试错。对于年轻人来说，地域战略也是实现降维打击的一种有效途径。通常，职业规划老师会建议大学毕业生去一线城市闯荡。在一线城市，汇聚了最前沿的科技、文化、商业资源，年轻人能接触到各种先进的理念、创新的模式和优秀的人才。在这里，他们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积累丰富的人脉和行业经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经过几年的沉淀后，再回到2、3线城市创业。这时候，他们拥有的一线城市的资源和视野，相对于2、3线城市的市场环境来说，就像是一种降维打击。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到2、3线城市中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商业机会，利用在一线城市学到的先进经验和模式，迅速在当地市场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比如，一些年轻人在一线城市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熟悉了各种新媒体平台的玩法和流量变现模式。回到家乡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经验，帮助当地的企业开展线上营销业务，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媒体品牌，从而在相对较小的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2、认知迭代。学习游泳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认知迭代的路径。教练在岸边就算给学员讲1万遍游泳的技巧和原理，如果学员不亲自跳进水里去感受水的特性，那他们永远也学不会游泳。只有当学员真正下水练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动作，比如手臂划水的力度合不合适，腿部打水的节奏对不对，然后根据反思的结果调整自己的游泳动作，才能逐渐掌握游泳的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学员的认知也在不断升级，从一开始对水的恐惧和对游泳的无知，到逐渐熟悉水的浮力、阻力等特性，进而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游泳技巧。这是一个从实践到反思再到提升的过程。很多经历过中年危机的人都有深刻的体会。在危机来临之前，他们往往被各种焦虑、彷徨困扰，
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好像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应接不暇。但当他们成功度过危机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焦虑的本质都是见识和认知不够。当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思考问题时，就像从迷雾中走出来，能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曾经被困在眼前的困境中，就像在一个狭小的迷宫里四处碰壁，而当认知提升后，他们就能从迷宫的上方俯瞰全局，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在传统行业工作多年的中年人士，面临着行业转型的压力，工作上遇到瓶颈，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但在他努力学习新知识，接触新行业，拓展自己的视野后，他发现原来自己之前担心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创新的思维和跨行业的合作来解决。他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对自己的传统业务进行升级改造，与新兴的科技企业开展合作，不仅成功突破了职业瓶颈，还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了新的篇章。在人生的道路上，大多数普通人就像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森林中，没有明确的指引，也没有现成的地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我们需要不断的尝试，打开自己的随身包，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去探索。如果有手电筒，就借助它的光亮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有指南针，就依靠它来辨别方向；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只能用手去摸，用脚去试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可能会迷失方向，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向前走，就一定能发现一些线索。比如，流水的声音可能会引导我们找到水源，进而找到通往外界的道路。天上的星星，微弱的月光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方向上的参考。当我们最终走出这片黑暗森林后，我们对这片森林的认知就会发生质的飞跃。我们知道了哪些地方有陷阱，哪些地方是安全的通道，哪些资源可以利用。这种在行动中的反思和探索，让我们的认知从最初的迷茫无知逐渐变得清晰深刻，从而实现了认知的迭代与升级，为我们在面对内卷困境时提供了更强大的思维武器，帮助我们找到破局的方向。3、职业规划。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真正能够实现快速成长的时间其实极为有限。就算一个人能活到100岁，其成长的黄金时期可能连生命的1/5都不到。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贵无比，就像珍贵的种子，必须精心培育，才有可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在单位或企业的职场环境中，我们面临着多种多样的选择路径。其一，全力拼搏，努力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核心位置。这要求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积极拓展人脉资源，勇敢地承担重要的项目和任务。只有以卓越的表现，才能赢得领导的认可和同事的尊重。比如，在一家科技企业里，那些渴望成为核心技术骨干的员工，会主动加班加点研究新技术，参与关键产品的研发过程，不断攻克技术难题，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他们就能逐步在企业中树立起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二，如果觉得高强度的竞争不是自己想要的，也可以选择调整心态，安于现状，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工作，享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消极怠工，而是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学习热情，确保自己能够跟上行业的发展步伐。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挖掘自身的优势，积极发展副业或拓展新技能，为自己开辟独特的上升通道。以私企为例，其竞争环境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为激烈，市场变化迅速，行业更新换代频繁。这就要求员工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及时捕捉到市场的细微变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比如，在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自学电商运营知识，利用业余时间开设自己的电商小店。
他们把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供应链资源、营销经验等运用到副业中。随着副业的逐渐壮大，不仅增加了个人的收入，还为自己在职场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机会。同时，员工还需要具备强大的自我提升能力，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适应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例如，当企业决定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时，那些能够迅速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员工就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企业新业务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从而避免被淘汰的命运。4. 拒绝无效忙碌。在当今社会，很多人看起来忙得不可开交，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无效忙碌的陷阱。他们每天奔波于各种事务之间，兼职很多，但却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沉淀下任何核心技能。比如，有些人白天在公司从事行政工作，晚上去兼职做外卖配送员，周末又去商场做促销员。虽然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这些工作之间缺乏关联性和协同性，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难积累起对个人职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核心竞争力。长此以往，他们只能在低水平的劳动中徘徊，陷入越忙越穷的内卷困境。那么，怎样才能构建核心竞争力呢？首先，要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我们要认真思考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知识储备以及技能水平等方面，从中发现自己的独特优势。如果一个人擅长与人沟通交流，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那么他就可以考虑往销售、公关等方向发展。在销售领域，他能够凭借自己的沟通优势，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深入了解客户需求，从而有效地推销产品或服务。在公关行业，他可以出色地处理企业与外部公众的关系，应对各种公关危机，提升企业的形象和声誉。要是一个人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数据敏感，那么钻研数据分析、编程等领域就是不错的选择。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具备逻辑思维优势的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数据背后的逻辑关系，通过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而编程技能则可以让他们开发各种软件应用程序，解决实际业务中的问题。例如，在金融行业，数据分析和编程能力可以帮助从业者构建风险评估模型，开发金融交易系统等，从而在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投资理财方面，盲目跟风是绝对不行的。很多人看到别人在股市中赚钱，就不假思索地投身其中，结果往往因为缺乏基本的投资知识和风险意识而遭受损失。正确的做法是，先系统地学习投资理财知识，了解各种投资工具的特点、风险和收益情况。同时，要客观地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天赋。如果是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如债券投资、基金定投等。如果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天赋，并且对市场有较为敏锐的洞察力，那么可以适当参与股票投资、期货投资等。在此基础上，制定长期稳定的投资计划，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情况适时调整投资组合，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学习成长方面，明确自身的兴趣与目标是关键的第一步。只有当我们对某个领域充满兴趣时，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深入学习和探索。比如，如果一个人对艺术设计感兴趣，那么他可以确定自己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接下来，制定可行的学习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可以先从基础的绘画技巧、设计软件操作等方面入手，通过参加线上线下的培训课程，阅读专业书籍和杂志，观摩优秀设计作品等方式，不断积累知识和技能。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参与一些实际的设计项目，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从而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艺术设计领域，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
成功突破内卷的束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出一条独特而精彩的破局之路。回顾内卷的困境与破局之路，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认知升级是打破内卷枷锁的关键。在日常的忙碌与竞争中，如果只是局限于表面的努力，而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和思维的拓展，我们就会永远在内卷的漩涡中打转。认知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源于持续不断的实践探索。每一次尝试新的方法，涉足新的领域，都是对未知的挑战，也是在积累宝贵的经验。同时，深刻的总结反思就像精细的筛选与提炼过程。在实践之后，静下心来回顾所经历的一切，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细节与规律，进而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策略。这样循环往复，我们的认知才能逐步突破原有的局限，实现质的飞跃。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上升通道。这条通道可能是在职业领域中凭借独特技能和创新思维开辟出的新路径，也可能是在个人成长中通过多元兴趣和能力培养构建起的发展轨迹。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真正摆脱内卷的束缚，走向自由而广阔的发展天地。当个人成功突破内卷的困境，一幅美好的画卷就会在眼前缓缓展开。生活不再是单调乏味的重复，而是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多彩旅程。曾经被琐事和压力填满的日子，如今有了更多休闲与自我提升的空间。清晨醒来，迎接的是对新一天的期待，而不是疲惫与焦虑。可以有时间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或是漫步在大自然中感受四季的变化，或是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汲取智慧的养分，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幸福与满足。在工作上，成就感与满足感成为了主旋律，不再是机械的完成任务，而是能够以创新的思维和高效的方式推动项目进展，为团队和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每一个决策，每一次行动都能看到切实的成果，这种积极的反馈进一步激发了工作的热情和动力。而且，成功破局的个人能够更加从容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明确自己的梦想与目标，并坚定地朝着他们迈进。无论是追求职业上的更高成就，还是实现个人生活的理想状态，都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去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个体将成为身边人的榜样，散发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他们的经历会激励周围的朋友、同事和家人，让他们看到内卷并非不可战胜，只要勇于探索、积极改变，同样能够迎来转机。在这种榜样力量的带动下，周围群体将逐渐形成追求积极向上生活与职业状态的良好氛围。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探索适合自己的破局之路，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打破内卷的僵局，构建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社会生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享受自由而充实的人生。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